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，你少在这撒泼！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，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敢冤枉好人、滥杀无辜，你那死去的朋友，他从地底下，他爬都会爬出来找你算账。上官芷，你先别说话。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，再不给你包扎你就死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，我杨姐姐对我可好了，兰花节就是她教我打。上官小姐来找我买首饰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呗。阿江又发什么疯啊？你到底认没认出我啊？上官小姐，果真是胆色过人，方才的一番直言，振聋发聩。刚才确实是在下鲁莽了。不过，上官小姐，你说在下冤枉好人，难道是已经知道这幕后真凶是谁了吗？没错，那日去生死坊，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，秘而不宣，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。就算你不信潘大人，你也得信我吧？上官小姐的话，我自然是信的。少主，上官芷和潘越是一伙的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我说了，我信他。既然凶手已死，我与潘大人的7日之约就算了了。不过大人可要记得，你还欠我一件。不是走了？哎呀，搭这么大个台子，一点响都没有，没意思。我刚才那么一闹，他定然又会嫌我多事，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借口赶我出县衙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，先发制人。上官芷，大人，我觉得我作为县衙的一员，自当挺身。大人你别客气。县衙有难，大人遭垢，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，那岂不是辜负了大人当初愿意让我进县衙的好意？刘捕快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，上官小姐，您今天是虎胆雄威啊！为了咱们大人的颜面，也为了县衙上下的安危和尊严，我们必须得舍命一搏啊！上官小姐临危不惧，救县衙于水火呀，简直是一女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哎呀，令我等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！五体投地！我当时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邪不压正嘛！你别看他银玉楼他狂，他狂还能狂得出咱们上官小姐和潘大人的手掌心儿吗？是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应该谢谢你了，是吗？我是大人的属下，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你还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是谁让你当众在公堂之上说出凶手之事？又是谁让你当众与那卓兰江发生冲突的？想要留在县衙，就该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若你再这么自作主张，以身涉险，我马上让阿泽把你丢回上官府。意思是他不计较了。多谢大人。派人盯着他。大人这是担心上官小姐的安危？公然顶撞银玉楼少主，他若出事，我如何与上官兰交代？哦，
李胖，李胖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不开饭啊？嘿，李胖，李胖，干什么呢？李胖，这饿死不成啊！哎呦，我吃好了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去看一下，去看，走。啊，这定是卷了采买的银子跑了呀！哎呀，我就随便说一说，他还真跑了。那关键咱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对呀，哎呀，对呀，饿着我们不要紧，饿着上官小姐事儿可就大了呀。我饿一顿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，小姐？我自己的小姐，我自己来照顾。哎，行吧，我可以。不是这陈四儿，看着比那李胖做的强多了。这看起来是不错，这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。哎，那你替大家尝尝。我来试试。哎呦，你看姑娘，你给人做的多真下凡啊！是啊，我尝尝。259过来。小姐，好歹我们今天也扬眉吐气一回，以后啊，每年的今天，今天多少号来着4月初六。对，以后每年的今天4月初6，我都得好好的喝一杯。没错，喝一杯。对呀，今日是初6，跟阿江约好每月1醉的日子。他既已经认出了我，会不会去酒馆等我？周少主，这个是10年陈酿的黄蜂，您慢用。不必了。少主，这是小店最好的酒了。我以前喝什么，现在还喝什么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叫我少主，就当做不认识我。是。回来，酒拿走。这河阳虽说热闹，但平常能闲聊喝酒的，也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。我与你不同，我只有你一个。在理。怎么在理了？说来听听。我分析给你听啊。你呢，可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。哦，不对，也有可能是寒门庶子，读了几年书就想出来闯荡江湖，可惜呢一事无成。你身无所长，但听说河阳遍地都是机会，你就想来这里闯出个名堂。但可惜啊，这河阳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这里是一个罪恶之城，这里的一切呢都由4大宗族把持着，你没有门路，没有人脉，就更难混出头了。混到现在一无所有，但是呢，有债主，有仇家，每天躲躲藏藏被人追杀，所以你到现在啊，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嘘，你小点声。被人发现我是义庄的收尸人，这顿酒咱们就喝不清净了。我分析的怎么样？对不对？算对吧。这江湖险恶，我确实无人可依。你既然无人可依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厮混啊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
每个月可以陪我一醉的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少主，少主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何事？这帮老狐狸，今日这热闹没能如他们的愿，又要喋喋不休了。少主，行了，我又没说不去。小二，哎，这壶酒留着，一会儿自有人来喝。公子，这壶酒凉了，我给您换壶热的吧。他说过，酒凉沁人心，就这么放着吧。知我者，莫过阿江也。少主。姐姐，卓少主人已经到了。各位前辈，什么事情非得让我来啊？这白天还没见够。哎，你白天不是说了吗？自己家的事儿回头论。所以啊，我们想问问，你对潘越的指控也不了了之了，你这打的什么算盘呀？顾堂主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怎么能算是不了了之呢？今天案子不都说清楚了吗？不妨问问我们的蔡方主，这前几日潘越大闹生死坊，竟能全身而退，你准备如何？哼，只要潘越不找我麻烦，我生死坊便不再与他为敌。去！那你生死坊不开生死赌局了？你传出去怎么好意思说四大宗族之一？我生死坊有我生死坊的规矩，赌客来我生死坊为他的人生翻盘，我生死坊就给他这个公平的机会。人家赢了，我们就认，这就是规矩。哼，你以为我们生死坊像你们积善堂吗？只要银子给够了，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杀。哎，咱先不内讧啊，互惠互利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你们说啊，要照潘越这么治理河阳，咱们都得完蛋，你们信不信？顾堂主，你别急，明日起我便去守着县衙。若是这潘越做出对我们四大宗族不利之事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去守县衙去？今日在大堂上，我见少主与那位上官姑娘眉来眼去，恐怕卓少主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？正是。在下银雨楼大堂主孙震，阁下就是御史潘越。正是。幸好大堂主及时赶到，不然潘某的这条小命，只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潘大人一路招摇过市，不就是想引出银雨楼的话事人吗？那潘某就不绕圈子了。我今日来，是要调查李宅灭门一案。
真凶就是你身边这个丑八怪，还查什么查？天文狗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拼命乱叫。你说谁是狗？谁害怕谁是狗啊？哎，你，堂堂银玉楼的大堂主，不会也相信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是灭门惨案的真凶，这种鬼话吧？好，我让你查，请。你不是想查明真相吗？打起精神来。怎么了？他肚子里没有牛肉。这些就是杀害李堂主一家的元凶夏中草。凶手将此物投入牛肉之中，李家众人陆续吃下。夏中草入腹之后，会有五脏俱焚之痛苦。他们不堪痛苦折磨，渐渐失去了理智，所以才选择一一自尽。凶手将货郎谷和一只老鼠藏于房梁之中，利用货郎谷的传闻，将杀人现场伪造成鬼魂索命。我本怀疑凶手会是你们银雨楼的仇人，但我昨夜验尸时遭到了蒙面人的刺杀，而不巧，我在他们身上搜到了这个。银雨楼杀人何须黑衣蒙面？这只能说明他不敢暴露身份。而银雨楼中与李堂主有直接利益关系的，无疑就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堂主他血口喷人，我与李堂主情同兄弟，我怎会做出这种不义之事啊？陈香主，又激动了不是？来之前我已经查过你了，发现你现在承担了已故李堂主的帮务，待到丧事办完之后，你就会荣升下任堂主，对吗？那又如何？李堂主生前最在意帮中之事，我那么做，也是为了让李堂主的在天之灵能够早日安息。陈香主这番苦心实在令人感动。要是李堂主九泉之下得知，他的几处私宅也已经划到了您的名下，不知他是否还能瞑目啊？姓潘的，你敢污蔑老子，就拿出真凭实据来。几处房产证明不了什么，你要是找不出来，我管你什么狗屎御史，我杀了你！我有证据。双手但凡沾了夏中草之毒，遇水则黑。不知陈香主是否敢当场一试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你说是就是？是。是。嗯，怎么样？黑了吗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
陈香主，请问你胳膊上的抓伤从何而来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方才说夏中草遇水则黑，本就是我故意骗你的。你胳膊上的抓伤才是我真正要找的证据。诸位，可以去看看丫鬟的指甲。方才我检验尸体的时候，发现只有她的胃里没有牛肉，她肚子里没有牛肉。她是被人从后勒死，伪装成自尽的模样。你买通丫鬟在牛肉里下毒，事后你想杀人灭口。他抵死挣扎，抓痕印在胳膊上。指甲里皮屑上的青红墨汁是银雨楼特有，想必诸位已经十分熟悉，就不必我多说了。陈香主，你杀害李家9条人命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你耍我？我死定了，你们也别想活。等等，你怎么了？我看过太多被抛在乱葬岗的尸体，活着的时候风风光光，死了却毫无尊严。我曾想过，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，一定要提前找一片好看的桃花林，把自己给葬了。那片就不错。虽然现在只有零星几枝，但再过1个月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漫山遍野都会开满粉色的桃花。你还是和儿时一样，喜欢桃花。是啊，小时候看。不用再掩饰了。我早已经调查清楚，10年前，你的父亲获罪流放，在路上遭遇强盗劫财，父母双亡，你流落至河阳，被江武作收养。8年前，你开始为江武作做助手，5年前，江武作的疯病越发严重，被县衙辞退，你便开始到义庄搬运尸体，照顾他至今。还要我再说下去吗？你找我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你做回真正的杨采薇。先皇赐婚，潘阳之好。
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，我要娶你。上官小姐，您过度追求纤手之美，伤及根源，待我为您精心调理。为了你，我承受什么痛楚都心甘情愿。潘郎，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芷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去上茶课吗？你看，外边的风这么大，你又穿得这么薄，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月哥哥失踪2天了，我心里记挂。哥哥，我之前让你打听他的下落，可有回音？你放心吧，已经差人去找了。我们上官家的商号遍布天下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我听说潘府这2天大门紧闭，我知道月哥哥跟那个郡主当众示好，只是为了气一下那个潘慧。该不会是郡主信以为真，真要强逼他成亲？你放心吧，潘越这个人，只有他逼别人的份儿，哪有别人逼他的份儿？嗯？公子，刚刚收到了消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月哥哥他？不是，是我们在江南的货品出现了问题。好了，芷儿，你先回去好生休息，但凡有什么消息，我立刻通知你。好。哎，芷儿，你别激动，此时来的蹊跷，我一定会。芷儿，别跟着我！你为什么怕我？他们都说云雨楼少主会吃人。那你过来让我尝尝，你到底好不好吃？少主饶命！无趣。少主1个月没有回来，河阳可谓是翻天巨变呐。我都知道了。潘越和另外3家相处的不快。潘越索要白银40万两，摆明了是不会给我们面子。蔡方主他们正准备对潘越下手呢。又是打打杀杀，真没意思。通知另外3家，这潘越是我们银雨楼的人，
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滚出河阳。哎，姐姐，慢点，在里边。好。哎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哎。师傅，是我。你子午卯酉掐中指，辰戌丑末手掌书，因身死害权者手，亡人死去，不差时。丫头。师傅，我都没有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。丫头，丫头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还好吗？还是不太习惯，床头也不敢放镜子，半夜醒来都怕吓到自己。我看到自己满脸都是血，我就觉得死的不是上官芷，而是我。丫头，你受苦了。我没什么，我就是怕连累师傅。师傅，你这1个多月去哪儿了？义庄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哎，你大婚那天夜里，有个蒙面人要来杀我，还好那天我服了药，神智已经恢复，趁他不备，我就逃出了义庄。那你有看清楚那个人是谁吗？虽没看清楚脸，但那个人穿了新郎的喜服。这个潘越真是狠毒，连您都不放过。丫头，你在此人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他是有过怀疑，但是应该暂时是过关了。眼下我可以专心查他。好，你打算怎么查他？重新找到上官芷的尸体，重新验尸，或许能找到他杀人的证据。好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无论怎么样，安全最重要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也多注意安全，最好不要出城，就在这养伤。好，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谢谢师傅。停车。你去检查一下马套。是。我一定要尽快找回杨采薇的身份。公子，昨天那样冤枉上官小姐，她会不会不来了呀？我问她来不来了吗？
灵儿，你家上官小姐是要搬离县衙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是来为民出力的，什么都还没做，怎么能打退堂鼓呢？我不过呢，就是想离大人远一点，省让大人看着心烦。哎呀，上官芷，是把这份卷宗誊录一遍。是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有人来报案。刘捕快，这里是县衙，人家不报案来喝茶啊。可是来报案的是银雨楼。这不是银雨楼大堂主吗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看看去。来县衙干什么？好吓人啊！起来，起来！草民孙震，代我家少主提告。状告何人？何事？潘越，杀妻。真的假的？1月之前，潘大人强娶民女杨采薇，而杨姑娘却在新婚之夜坠楼身亡，最后以自杀草草结案。杨姑娘在义庄收尸，常年受尽冷眼，若想自尽，早死了100次了。为何偏偏要选在新婚当日跳楼？我家少主不忍看杨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今日要替她讨个公道。这说的是啊，丑八怪确实不像是会跳楼的人，难道真的是？别胡说，潘大人绝不是这样的人。那可不一定。看来是银雨楼借机生事，故意为难潘越。我何不趁此机会添柴加火？就算杨姑娘死得蹊跷，那又怎么证明凶手就是潘大人呢？你有何证据？找证据是官府的事。潘大人的告百姓书说的是掷地有声，可当日案发后，潘大人善用御史之权，阻挠时任县令查案，被弹劾后，又以县令身份堂而皇之地重回河阳。潘大人以为这样不了了之，就能堵得住河阳的悠悠众口吗？一个践踏律法的杀人犯，又怎能名正言顺地做河阳的父母官呢？潘越杀妻，天理难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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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与你家少主虽未谋面，却也十分钦佩他为民请命的决心。坠楼案虽已结案，但若是有人提出质疑，那潘某定当重新彻查，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家少主可没什么耐心，7日之内，你必须给河阳百姓一个交代。潘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这银雨照河阳嘛，既然你都代表银雨楼发话了，我又焉敢不从呢？静候佳音。牙上了。走吧。老刘，这都腿疼了，你怎么腿还打软呢？三儿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今儿惹了这一出，银雨楼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啊？往后还不知道怎么折磨我们呢。老刘，
你说这两边都不好惹，正所谓阎王打架，小鬼遭殃。我看实在不行，36计走为上计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少主，潘越接了案子。哦，他还挺有胆识的。我倒要看看他该如何收场。潘越竟敢答应7天后公开真相，可他又不可能真的把自己交出去，到底有什么盘算呢？银雨楼最近很嚣张啊，大人有没有想好什么应对的方法呀？你觉得该怎么应对？是不是应该公开勘验杨姑娘的尸体啊？我不是很懂啊，只是他们口口声声说大人阻挠查案，那索性就公开验尸，彰显大人态度坦坦荡荡，毫不藏私，那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我都不在乎流言，你这么在乎做什么？我来，我只是想，如果杨姑娘知道大人因为自己蒙上不白之冤，她肯定不会安宁的。没看到你绳之以法，我怎会安宁？你好像对坠楼案格外上心。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自小相识，你又怀疑我，我就想找到真相，自证清白。没什么好查的，他的确死于意外。可7天后，我自有安排。什么安排啊？你想知道？可我偏不想告诉你。如此胸有成竹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花招。大人，你的信。房主，他就是潘越。我还说谁不知死活呢？但就算你是皇帝老子，闯我的地盘杀我的人，你也得死。在河阳开赌坊，我作为县令来此，怎么能算是闯呢？况且，我只赌钱，不曾杀人。不曾杀人，看来潘大人也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人。你是引颈受戮，还是跪地求饶？我曾听闻蔡坊主本是逃奴，进虎狮龙与数十人逃杀，搏命一赌，最终撑着一口气活着离开了那儿。不仅获得了自由，还大赚了一笔。你靠赌发家，买下生死坊，成了在河阳除银玉楼之外最有权势之人。蔡坊主，我说的可对？
潘大人不是来赌钱的吗？怎么还做起调查来了？我和潘大人不一样，我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我是贱命，我自己的脸面我自己挣。我也想学一下蔡方主，押上我自己的命，与你赌上一局。赌什么？若我今日失手被擒，无论生死，皆是我咎由自取，与你无关。但若我可以活着离开，你还想怎样？我要你生死方从此之后不再以人命涉赌，安分守己，不再与县衙作对。好，既然潘大人想换一种死法，那我们就赌。一炷香的时间留给你写遗书，一炷香后，赌局开始。大人，你真写遗书啊？原来你早就做过准备。我可不像你，什么都没准备就敢硬闯。生死方人多势众，组织严密，要想逃出去，只有一个办法可行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一会儿我在这里牵绊住所有人，你去三生的书房找一个鱼尾形的钥匙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在顶了会合。好，大人，小心。你也是。手。是。房主，那个女的不见了。你们几个，跟我来。是。那女的在那儿，上！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走，上楼。
寻死路，把门给我撞开！潘大人，接中了，胜负已分，愿赌服输吧。未必。走。跳！帮主，他们的船走不快，我现在带人去追。不必了。生死方的规矩，赢了就是赢了，我愿赌服输。
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，还是卓少主啊？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还是阿江好一点吧。阿江挺好。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？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？快说。3年前，我爹被金水帮暗算，我从京城回到河阳，接掌银雨楼。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。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，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。丧父之痛，无人可受，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。直到那次受伤，我遇见了你。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但是你，只有你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，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，一直用石头砸我。本来呢，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，日子嘛，总是喜乐少，辛苦多。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？可是有时候吧，还是堵得慌。都一样。我曾经以为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应该锄强扶弱，纵横江湖。可是睁眼一看，除了阴谋算计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。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玩啊！你说，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，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除了怕我，就是算计我，还要杀我？去他的李老板王掌柜，去他的银雨楼金水帮！把我的爹娘还给我！把我的人生还给我！遇见你以后，我才重新开始笑。杨采薇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？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，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？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？不是啊，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，只是因为那件事情他牵连重大，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。要不是找不到师傅，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。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，为你再死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，盼我点好行吧？也盼你自己点好啊。知道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大人，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，就是此店的少东家。案发以后，我多次访查，绝无遗漏。是潘大人吧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潘大人吗？还真是潘大人，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？听说啊，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，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，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！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，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，我们店就出名了。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。放心，来了我的地盘，找个人还不容易。
银雨街堂主赵乾，携手下弟兄，恭迎少主大驾，恭迎少主夫人大驾。不是我，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，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？啊，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？别急，我来处理。赵堂主是吗？哎，是，少主有何吩咐？我问你2个问题。哎，少主问便是。第一，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，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爱戴在心，敬而远之。这第二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，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，请问我去哪里找？少主放心，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带您过去。回少主，银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，我亲自派人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赵堂主，属下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赵香主了。少主，属下不知做错何事，请少主明示。还不赶紧松绑！是，赶紧放人。事已至此，解释清楚吧。那个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什么恶意，我们就是想找个人。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？我就是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，我就留下谁。大人请问，你们以前的少东家叫田华对吧？他有什么仇家？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？田少爷人可好了，哪来的什么仇家呀？对啊，他和气生财，从不跟别人结怨。可惜这么好一个人，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。唉，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？就你了。哦，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。点什么头？还有你。什么？躺下。这位是卓少主，这位是上官小姐，他们问你问题，好好回答。姐姐，她要吃了我。你别怕，他逗你玩呢啊！这是蜜饯，送给你吃。那个三姑娘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，你父亲强叔之死，没有恶意，你莫要见怪。原来银雨楼大张旗鼓的关我们半日，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。有什么尽快问，再迟，我的冰饮要化成水了。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？5年前的灯会，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说，有没有可能的仇家？我们冬日取兵、存兵，夏日出来卖冰饮，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强叔呢？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，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可没成想，还是出了事儿。
只留下一辆兵车和我们姐妹俩。想问一下，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没有尸体。为什么？我爹下葬后没几天，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，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。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，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。我们越来越害怕了，我教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。于是，县令便派人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，扔进河中，献祭恶教。大人，力度可好？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小翠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？没有啊，大人何出此言？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？他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。我说的对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。大人，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，当初是他收容我，让我有了安身之所。故而一想起他，便悲从中来。可他平日为人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，脾气很急，对人动辄打骂，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。可他是少东家，大家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他一死，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，又怕调查牵连太广，引火烧身，所以才串通了撒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？去案发现场。啊？哦，好嘞。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？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事八成是有人捣鬼。我们这样查下去收效甚微，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知情。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，反而打草惊蛇。10多年？我爹娘的死，可能跟他们也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走吧，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，今日我请你。我还要回去复命呢。误不了事的，走了。姐，谁？小生，放开我！上官小姐，救我！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，还忘恩负义，说杨采薇认识我，属于交友不慎。上官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处置他？他吓唬你呢。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。